个人判断，他应该在表达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军售111亿美元，在表达抗议。那第二个呢，应该是在对于高市早苗以台湾有事的理由，要准备出兵来介入台海战争，所以他特别了在台湾北部进行武力的演训，这一点就是在隔离开宫古群岛以及台湾岛本身未来日军想介入的一个空间。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是正义使命2025这一场军演，全台大包围，中国大陆在这时候秀出了军事武器秀肌肉，另外一头中俄则是联手挑战美日拒止战略。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三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这一场，在今天解放军东部战区正式宣布的正义使命2025演习是在做全台的包围，它是在演习吗？还是回应因为美国在同一时间释出的最新的美国国防部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特别指出了解放军现在手中拥有的武器包括了核弹，接下来可能会破1000枚，东风3E飞弹也会部署，加上9个航母在做扩编。第二件事情，这一场军演大家也在看说解放军是不是在这个时候秀他的军事肌肉，这个当中我们今天会关心的是多款的飞机，还有多款的飞弹、航母，哪一个才是最可怕的武器？哪一个才是解放军的杀手锏？整套的体系又代表着什么？最后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现在控制台海，俄罗斯的方面则是从这个北方4岛来做压制，那么美日现在它的拒止战略还能挡得住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这是来自于今天的最新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它的发言人正式的宣布了启动正义使命2025的演习，演训的范围包括了全台的各个范围，像是台海、北部、西南、东南、东部等等。那么演训的内容，它这边当中提到了，包括了海空的战备警巡、夺取综合治权、要港要域风控，还有诸多种的联合突袭等等。这是同一时间，是巧合吗？因为美国在这个时候发布了2025有关于中国大陆的军力报告，当中提到了说有关于大陆的核弹数量，他说在2030年将会正式的超过1000枚，包括现在他们也提到了蒙古的边境发射警群可能部署超过了100枚的东风3E洲际弹道飞弹，直指美国本土。那么中方还计划再建造6艘的航母，也就是说到2035年总数量将可以达到9艘。这是美国的军力报告当中，他们也特别提到，担心在空中解放军的战力也在持续的扩张当中，不管是这一些隐身战机，或者是陆基5代战机，或者是舰载电载机等等，加上改装运的这个20B 的反隐身预警机，都是美方所担忧的。大陆同时间也在这边公布了它的新一代的歼20A 隐形的战机，疑似挂载4具大型的副油箱。好，这个是有关于空中战力的部分。报告也直指了中国对台接下来会有4种的作战的策略选项，包括第一个是不开战，直接做胁迫；第二个是火力打击，还有第3个海空封锁，跟最严重可能会到登陆作战。所以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这一次的大陆的军演，这一场叫做正义使命2025，到底是针对台湾，还是针对美方做的这个评估报告来做一个公开的回应？解放军跟习近平要传达什么样的讯号？刚刚提到了多种武器，不管是歼20航母、1000颗核弹、东风系列飞弹，哪一个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真正的杀手锏？委员怎么看？我们看这个问题，我来做个比喻就像鸡蛋，台湾就是蛋黄区，日本、美国是蛋白区，这个就是解放军在演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为什么台湾是蛋黄区呢？因为所有问题因为台湾而引起的，不管是台湾自己要引起，或者是外界环境所造成要引起的，台湾都是蛋黄。蛋白呢，就是日本以及会来跟日本协同作战的美军，或者是日军跟美军协同作战。不管如何，大概就是美军跟日军大概只能到蛋白区，蛋白区范围很广，一直到关岛都有可能。那我们就问了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演习？这个演习当然比上一次利剑演习强度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个演习呢，也是直奔这个裴洛西
但我们要观察一件事情，有没有飞弹飞越台湾，像上一次一样，会不会有更密切的火力，那么经过台湾，还是只是在外围24海里外有所动作？这一点明天就知道。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解放军这个时候此时此刻做什么？因为他刚好就在台北跟上海的双城论坛昨天结束，所以他今天早上7点半宣布演习，把演习的规划海空域要怎么管控，做了一个对外的宣布，所以飞机以及船舰不可以进入这相当的一个区域。那有一个区域可能要做火力演习，所以统统要避开。那我们问的问题，他在表达什么讯息？第一个，我个人判断他应该在表达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单笔军售111亿美元在表达抗议，在表达不满。那第二个呢，应该是在对于这个高市早苗以台湾为有事的理由，要准备出兵来介入台海战争，所以他特别在台湾北部进行这个武力的演训。这一点就是在隔离开宫古群岛以及台湾岛本身未来日军想介入的一个空间。是，所以很明确的要传达这样的讯息，给日本知道说，你要介入就要面对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尽管解放军有这些动作，那真正的杀手锏是在于说，北京是不是有拿定了政治的决心，要用武力处理台湾问题？如果没有的话，那解放军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演训，演训完毕就回家吃晚饭。好。这个是我们看到解放军这次的军演，包括针对了美国、针对了日本、针对了台湾做了一个警告，包括多个有关于军售上面的一个警告。那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小舰长怎么看？刚刚也提到了特别多款的武器，不管歼20航母、千颗核弹、东风系列，哪一个是接下来需要做担心的部分？每一个都是，而且当他们形成了体系化的时候，这个才是最难防御的部分。我们从印巴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只要形成体系化，那可以长短互相弥补的话，那其实不用最先进的装备也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如果我们看到今天早上东部战区所公布的这些讯息的话，其实这是今天早上7点半他最早公布的，是相关的一个作战区域。8点钟他公布了说，他要进行这个快速机动立体布势以及体系风控。我刚刚一开始点出来的就是体系风控的部分。然后他在11点20的时候，他又再做一次新的，也就是检验了一体协同、夺取治权能力。那这一个为什么？我们来看对比上一次它其实也就是我们看到这一个海峡雷霆的部分的时候，它只发一次。为什么这一次2次发的这么琐碎？其实我个人的研判，这个就是人启动，也就是临时中央军委一下命令，他就必须做到，所以他只能够依据现有的状况来进行发布那到底人启动的部分呢？我们以前也就多次提到，其实它也就是类似像第2次世界大战的闪击战的概念，也就是我们常常讲到说会有集结，会有征后，那其实这一次几乎看不到征后的部分。那如果讲到体系化的部分，是不是真的出动体系化？如果我们看今天早上相关的Flight Radar 24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来讲已经出现了2架无人机在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的这个位置。那另外还出现了运8反潜机，也是在这个高屏峡谷这个位置。这个高屏峡谷指的不是陆地上的，是海面下的。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再向西延伸的话，就是我们海军的反潜第6区。那为什么他们立刻就位呢？主要的目的也就是他们在演练，如果台湾的潜舰如果出动的话，他们是不是能够立刻的封控？那我们现在大家讲到的都是这些歼20东风31或者是无人机的部分。我们不要忘记了，美国
总统他每一次在做海外的一个兵力展示的时候，他一定想到的是航空母舰。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来看看解放军的航空母舰在哪里。我们如果看到16号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艘黄色的就是辽宁舰的部分，然后12月21号我们已经看到2艘，这个是青岛的海军基地啊。那我们看到白色的这一艘，其实也就是后来从三亚北上的这一个福建舰，可是现在只剩福建舰了，辽宁舰去哪了？辽宁舰已经出发了，那它去的位置其实我们还不能确定啊。那如果说按照刚刚郑源老师的说法的话，其实这一次应该会有实弹射击。为什么会有实弹射击呢？因为只有在2022年那一次环岛军演的时候，他将所有的这一个区域都提供了经纬度。那其实这一次也是如此，他也提供了经纬度。但是我们看之前的联合利剑，那个对我们来看它的公开资料的话，其实都没有经纬度的。那这一次有给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目的可能有很多想法是说可能会打导弹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从2019年到今年的93阅兵，解放军在做的是什么？解放军其实主要的就是拉出它的PCH-191的这个远程箱式火箭弹。那这个火箭弹我们来看，这个前一次的这一个中国军力报告，它里面就特别的提到说，2022年8月的那一次，其实远香火就有进行试射，而且远香火正好它的范围最远可以达到480公里，可以打到石垣岛的这个位置。这一份报告是出自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报告，不是一般坊间大家的捕风捉影。那如果说现在在东南有这么样一个区域的话，是不是可以直接飞越？那可能对于台湾人心造成的震慑是会更大的哦。另外，我们看到刚刚我们讲到的是 PCH-191那个远香火的部分，但是我们不要忘了，解放军还有 PHL-03这一颗飞弹，其实可以对应台湾的西岸，因为它的最远的距离可以到达150公里哦。那但是它不会攻击陆地，它最主要的也就是攻击海上的目标哦，那个就是超演区的部分哦。那我们现在讲这样，其实也就是上一次今年在做这个海峡雷霆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做过一次，就是模拟高雄永安的主气槽了。那这一次他们要飞越那个中央山脉，但是问题在于那国防部会不会公布？而且因为火箭弹它的远地点比较低，所以那个有关于日本防卫省，它未必可以侦测得到。那如果日本不公布，那我们台湾的国防部也不公布，那解放军本身他每一次都没公布，那他可能有试射，我们都不知道。好，谢谢小舰长。我们刚刚是针对这场军演，特别就它的军事武器的细节、军力战力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那其实这个战线我们现在也扩大来看，因为现在也在看说，不只是台海这边看起来危机之外，其实把中俄的角色也加进来，能不能包括了针对于美日可以做到一个区域拒止？今天也会一起的来做讨论。因为俄罗斯也最新宣布了，从明年的元旦开始呢，会在北方4岛周边军演，而且时间会长达2个月。当然了，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日本是立刻强烈的抗议跳脚。那这4座岛屿，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画面上，包括了有国后、色丹、石舞跟泽捉这几个地方，日本把它视为是北海道外围的领土，但是俄罗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说自2战结束前是立刻他们就派兵占领，所以这个是他们千叶群岛的一个部分。俄国外长在此刻拉夫罗夫也特别跳出来说，如果台海升温，莫斯科绝对站在北京这一方，一边是中俄，一边是美日区域拒止，还管用吗？宽哥怎么看？来跟各位谈哦，其实，在演习当中，校正一直是一个艺术。为什么校正是一个艺术呢？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前后顺序来看一下哦。昨天蒋万安才当天来回做了所谓的双城论坛。那今天早上，
7点钟的时候，大家开始接到消息了。接到消息完之后还没有太明确，10点钟那个消息就非常的明确了哈。解放军现在已经说了，针对台湾的东西南北，总共会有所谓的5大实弹区。那这个5大实弹区呢，这次特别标线的叫无限高，同时他也把区域方块全部画出来哦，就说在特定的时间点呢，有限航有7个空域。会有7个空域，这7个空域呢，所有的飞机是不能够进来的，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要进行演习，所以第一个国际的一个道义，它有去履行到哦。但这时候我们要回头去谈另外一件事情，习近平怎么说解放军的呢？习近平希望解放军叫做作风优良，能打胜仗，所以这一次突然间的正义使命的2025，就如同刚才舰长所说的，它是突然间发布出来的。那突然间发布出来之后，现在各位这很多事情可是环环相扣。为什么是环环相扣呢？第一个，2026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年。2026年，美国的军事支出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那为什么正式要超过1兆美金呢？因为他们这时候发现了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巨人已经开始出来了，这个巨人叫做解放军。解放军目前不管是造机能力、造舰能力、无人机的一个能力，这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他们怎么做？因为他们那个很多的工厂，其实国外有去破解哦。他们看完就是说，天哪，你们那时候让他去做手机真的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现在过去就从商用开始，很多部分开始去转军用了。那这次呢，到底会不会对于台湾造成所谓的一个威慑？我们要持续再来说。但最近其实两岸是不平安的。为什么两岸是不平安的呢？有很多的一个议题，这个我们也不再跟各位谈了，因为这当中谈过太多了。但现在重点是什么呢？现在重点很简单，现在重点就是一方我就是要一直增加我的武力，一直增加我的战舰，一直增加我的军备，我要突破第一岛链。那现在对美国来说呢？美国它现在就是我无论从美国阿拉斯加延伸下来到日本、到韩国、到台湾、到菲律宾、到越南，我要把这条线给堵起来。那为什么堵起来呢？因为关键中的关键是，如果解放军的海军，今天不管是他的航母，不管是他的动武，不管是他的潜水艇，越过了第一岛链完之后，各位没完没了了。各位晓得太平洋有多大吗？太平洋比7大洲全部塞进去都还要更大，所以过了太平洋之后，进入深水区，各位完全找不到。可是完全找不到之后，开始往前走，走完之后，美国不管是东半部，甚至于连中部都会遭受到威胁，这个是美国过去没有遭受到的威慑。再来谈另外一件事情，2025年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过去中国解放军无论怎么发射飞弹，洲际弹道飞弹怎么射，往内陆射，往蒙古射，往青海射，往新疆射。这是第一次，他们发射了东风31之后，从海南沿路飞到了关岛之后，往北飞到后面，各位飞到哪边呢？他特别有通知美国，所以这件事情美国说我是知道的。他飞到了菲律宾的东方，他一趟路下来，从上往上折是折到夏威夷的东方，它代表我能够飞11000公里。所以现在大家正在对话当中，还好目前是校正，还好目前这个是演习。可是各位要记得一件事情哦，如果说有一天，各位有一天这件事情真的成真的时候，全世界会怎么样？所以现在大家都在观察。那当然，现在解放军需要一场演习。为什么需要一场演习呢？因为最近包括了日本的一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包括了台湾的军售，很多事情他要做出回复。可是演习是对中国军方的一个交代，还是说后面有后续的一个发展？这个我们要等一下再来说。但中国的造船、制舰、制飞弹的能力真的是实在强。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的是055大区这回2度的驶向澳洲了吗？是让澳洲非常的紧张哦。我们今天也会关心说，这一次055大区会不会也带上福建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猜测？我们赶快来看到的是12月1号，这是最新消息哦。澳洲的防长马勒斯突然间这样说，他说现在澳洲正在菲律宾的海域这边追踪一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海军的舰队，因为呢，澳洲政府其实很担心这支舰队可能持续的往澳洲水域这边走，而且他预估可能在今年底的时候就会直逼抵达澳洲了。让澳洲军方非常紧张的是，到底这一支舰队可能会有多大多狠，而且它会有多新呢？因为事实上，在今年的2月份才有一个经验的。今年的2月呢，我们来看到大陆方面在这边做的是澳洲东岸的塔斯曼海做实弹演习，当时他出动的武器包括了055大区、054A 护卫舰衡阳号，还有903型的补给舰等等。当时也在说，或许水下也有这个核潜舰在下面潜伏吗？所以这一次大陆会不会海军再次的远征澳洲，做一个升级版的远征？有没有可能连航母的这些核潜舰都一起把它带上？像这个怎么看？澳洲要怎么监视中国的这个海军舰队啊？它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军事卫星吗？可以紧盯吗？没有吧，应该都是美国或至少在英国这些国家。当然，澳洲的身份比较特殊，我们知道它作为 QUAD 作为美日印澳的军事同盟，也包括 AUKUS， 包括澳英美的3国的军事同盟，尤其这个 AUKUS 部分，他们是同时交换相关的这些军事的情报，包括军事当中的最优先的相互的支援。所以，澳洲其实在整个对于中国当中呢，我们现在知道最近这个澳洲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很好，澳洲的总理也都专程到北京。可我觉得这个国家中澳之间关系不错，可是军事方面其实都没有任何的松懈，包括澳洲的相关的这些军港啊，包括中国大陆民间承租的，也都始终处在任何只要触及军事都有一点微妙上。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澳洲这次宣布这个东西，当然表达它对于中国大陆这个海军舰队的一个掌握性。我觉得掌握性当中也甚至提到了，讲很白说，今年底抵达澳洲。我想，因为主要是今年2025年2月这个中国大陆的整个船舰到澳洲的外海，在那边做实弹射击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惊吓了长久以来，包括纽澳，吓死了，因为他们想都没有想到会来这一招然后最后再自顾绕一圈再回去。我想整个但对中国来说，当然是个战略意义，人家不是没事干，出海都要很多钱。主要还是包括对于美国、包括美国、澳洲等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特别是在所谓东太平洋的关系，觉得中国大陆你真的不可能来800里外远。中国大陆现在展现他们的海军实力以及他们的刚刚讲战略的企图心而且到那边不是经过，还在做实战演习。我认为澳洲有创伤在军事上，所以我认为12月在今年年底本来安安平平安安度过到耶诞节，但是在军事上目前看起来不算是冲突，但他们预估担心今年底中国的舰队如果过来呢，所以这个命题，那中国舰队为什么要去？因为我们知道，除了今年2月7之外，澳洲在今年参加有关于南海方面，包括跟美国、跟菲律宾，你看多少次演习了？环太平洋还有几次演习？至少在现在新闻报道上，至少超过4、5次以上，大大小小。也就是在南海方面的这个争议点上，其实你跟你澳洲没有800里关系，可是你就这么积极在这里面，我认为中国还是会有一些嚇阻的部分的动作。所以只有嚇阻的动作来讲，当然也是这样隔空打牛，最后还是嚇阻了澳洲，但是还是警告美国，特别在军事上，我想这个战略始终没有消失。因此，接下来中国大陆会出动什么样的舰队？是不是如澳洲所怕，或如澳洲所愿？到最后就变成最厉害的，是不是？大家现在大陆网民都在想，福建舰会不会刚好出海，好好走远一点，走到一个最远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期待。好，我们现在看到，现在中国大陆它已经到达了第2岛链这边了。那当然展现军事实力给美国跟澳洲看，但大家看说，那这一次第2次的远征，它会不会如上次一样，直到这个东澳的塔斯曼海这边，还是可能往西澳甚至北澳这边来做前进？尤其这2个地方特别重要，它是澳洲的战略命脉，因为澳洲现在正在这边呢打造它的潜舰还有战略轰炸机的整个基地。那所以大使如何看？那澳洲看到这样的状况，接下来有没有可能有什么新的动作？其实澳洲是还没有习惯对，因为事实上的话，就是说非欧洲背景的这个船队能够到澳洲附近的水域活动这个是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我没有查到那个日本当时的舰队有没有跑到西澳洲附近去那也就是唯一非这个欧洲系统的国家还有美国，它的军事力量能够投射到澳洲附近那是非常少的。中国大陆今年2月下旬才第一次把这个军事舰艇开到这个地方，澳洲就已经紧张得不得了。那问题就是说，澳洲附近的水域，别的国家不能去吗？军舰不能去吗？国际法没这样规定国际海洋法公约是给有强大海权力量的国家所设计的，所以他们把这个领海说得非常的小。所以呢，只要你船舰不要进入到澳洲的领海，也就是现在就是24海里而已那24海里以外，澳洲沿岸24海里以外，都是全世界任何船只都可以去的，不管是民用船只、休闲船只、军用船只，
照现在海洋法都可以自由航行的。那美国更厉害，美国还说，你的领海我的军舰也可以行使无害通过权，也有自由航权，这就是美国一直要行使航海自由的。那中国大陆如果也可以说，那我也可以进入你澳洲的领海，我是无害通过。那澳洲，所以法律上这个是你们西方人定的游戏规则，主导游戏规则，任何国家的船都可以开到里面。上一次中国大陆，也就是今年2月，中国大陆在什么塔斯曼海啊，那么举办了实弹射击。你知道这个距离澳洲的领海还有多少？还有多远？还有300海里哎。人家距离你300海里，在那边就做一个实弹演练，结果澳洲举国震动。可是你有什么权利可以说你不能来我这边做这个？那个是公海哎。你知道当时荷兰人叫一个这个国际法的天才叫格劳修斯，他是荷兰人，荷兰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海权国家，荷兰的控制整个世界水域，他写的一个海洋法公约，第一个海洋法第一个原则就是什么？公海自由。然后呢，公海越大越好。沿岸国家呢，它的领海越小越好。为什么？我的船可以开过来，你的船开不过来啊。所以我的船有这个力量能够开着，我当然把我的能够行使我这个航行自由的搞得越来越大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你们这个欧洲国家自己啊，海权国家自己定的就是说海洋自由这个原则。那每一次这个沿岸国家想要扩充这些在海上啊临近海洋的这个权益的时候，反对的都是美国，都是这些有强大海军力量的国家，对，所以现在中国大陆也有强大海军力量啦，所以到你澳洲去，澳洲现在是不习惯，可是你有什么好紧张的？我是觉得没什么好紧张。上一次给你300海里外开了几炮，你就已经举国震动了，也太玻璃心了吧？好，现在不只是解放军的动作，不只是澳洲紧张，其实在美国方面，美国其实也很紧张哦，因为我们来看到也是在南海这边有一个惊人的画面，这个是解放军在11月份的时候在南海，当时呢他是让他的055大区直接就导入在这个尼米兹航母的打击群，而且当时它形成的是一种3面穿插的，等于直接就突破了美军的护卫舰，不管是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其实当时要把它挡下来都挡不住。那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当时的这个状况，事件地点是在黄岩岛的东南方200公里的地方，美军出动8艘的美舰，包括尼米兹号啊，还有3艘伯克级驱逐舰等等。那当时大陆有055，还有054A 跟它的1艘不明的舰艇。那当时大家就在看说，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可以这样子插入，也代表说美军的优势正在削弱当中吗？澳洲智库也有一个最新报告，2025年美军在海事能力的方面，军事能力的领先只有2017年的2/3。干哥怎么看？这个消息由于没有出示舰名，也就是说055重型驱逐舰是哪一艘？是南昌号还是遵义号还是什么号？现在重型驱逐舰已经下水了10艘，所以我觉得这个报道，就腾讯网这个报道，它没有点名是哪一艘。对，这是美中不足之处。但是呢，他说在黄岩岛东南200公里的海面上发生这样的事情，大家回顾一下，大概半年之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艘美国海军的伯克级神盾驱逐舰的舰长跟他的航海副官有一张照片，远远望着辽宁舰，他翘着2郎腿，手拿望远镜，这种画面你再也看不到了。为什么？因为你下次看到的是055大区冲过来。他冲过来的时候，你就觉得不好玩。它比航空母舰不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因为055大驱是一种导向飞弹驱逐舰，它的整个的设计的基础是基于美国的神盾舰的基础去设计的，而且比美国的神盾舰还要更加的提升啊。也就是说，它总共有112个发射井。那你会想说这是什么概念？那就等于刺猬舰一样。当它开始射飞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海面都是火光。为什么？它不断的发射，这没有什么冷却的问题。为什么？因为现代军舰已经进步到这种地步了，它的级别应该要跟美国的泰堪德洛卡级，也就是
CGN 啊 CG 这样子的导向飞弹驱逐舰导向飞弹巡洋舰那个舰别，因为次一级的叫做中华神盾052D 数量还是太少。可是今天如果发生在黄岩岛200公里的地方，它有之字形的变换队形，可以穿透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话，代表那个威胁很接近了。可是为什么美国国防部没有讲呢？海军的军令部怎么没有讲这件事情呢？这件事情恐怕有点棘手，不能讲。为什么？你被人家的军舰穿透了你的阵型的话，或者即将穿透你的阵型，这个是很丢脸的事情。那就想到我们的黄海，我们的甲午战争，我们镇远跟济远的旗舰真的被日本的鱼雷艇给冲破。所以刚才上次讲得很好啊，澳洲真的吓死了，连纽西兰都吓死了。第一次开到我们家门口300公里，然后干嘛？然后开炮，开什么炮？开它的130mm的130毫米的那个炮，他打了几炮你就会吓死，因为最近的一次，曾经有人开到这么近的地方是谁？是2次大战时候1944年日本帝国海军的武藏号超级战舰，他曾经跑到还没有那么近，曾经开过炮，然后那时候澳洲已经吓死了，达尔文港已经全面戒备了。那个防空警报，哇，这叫，然后请英国赶快来帮忙。英国说自己都顾不了了，还顾得了你？所以对于澳洲跟纽西兰是一个很大的警示。那对于在南海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今天坦白讲一句，以后你所看到的这个福建号航空母舰战斗群编队，它一定都会配2艘055大驱，而且055大驱已经生产完毕了。接下来你会看到055大驱的 B 型，也就是比现在的055大驱还要再重5000吨，达到18000吨，那个就是以前的日本海军的大和号战舰重新在面对大家。但是问题是，这个船是完全先进的现代化神盾飞弹驱逐舰，你就晓得到那个时候，不是澳洲会吓死，是美国会吓死。好，回到节目现场来看哦，南华早报有一篇报道指出，中国的浙江大学还有北京理工大学的研究团队，他们11月初呢，在中国系统工程与电子技术这个期刊上呢，发表了一个研究，是探讨如何来压制星链这样的低轨卫星的通讯系统在台湾的运作。那研究指出呢，由于星链采取大量低轨卫星跳频自适应这类的通讯技术，地面干扰的方式呢，其实效果不太好，所以他们经过一个模拟计算呢，解放军有一招分布式的干扰策略，就是部署成百上千个小型且同步的无人机干扰器飞到这个台湾的上空，然后形成一个电子屏障，就可以干扰到星链的连线。那从空中手段来断你的网路，甚至还有海底手段，我们待会来讲。那面对这种切断你通讯的战法，那我们又知道无人机产业现在中国几乎就是全球的一个领头羊，所以这套方式的可行性，如果碰上我们现在台湾国军建制的武器，有办法反对吗？有办法破解吗？张教授，我认为这一个它就是电磁干扰，我认为就是讲一般的话就是盖台，那拿无人机来实施来盖台的这方面的载具，我认为这是单一性的干扰，但是中国大陆在用兵这一方面，它是复合性的干扰，它不见得会用光这个无人机，说这38.5平方公里，它每一架可以这样的，然后横盖到全台。我认为它只是一个这个是个分布式的干扰。那打仗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不要做广域式，全台给你干扰。我重点是有首要区，有次要区，还有一个开放区。开放区我干扰，中央山脉你干毛手了？那没有人，又没有武器，又没装备这样的地方，你就不要干扰了。算一算之后，精简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2/3是丘陵山脉，1/3是平地，而且重军集在什么地方，这才什么地方干扰，这是第一个。对，所以我认为它将来的时候，就是由全面的压制会走向局部的压制或重点的压制，是走这方面。第二个，我们来看到它的这种复合式的干扰什么？它用软杀跟硬杀同步实施。这个无人机干扰是软杀，对，是。那硬杀直接轰炸、直接摧毁、直接爆破，攻击火箭炮就是啊，或者空对地的巡弋飞弹就把你干掉，就是这样子啊，或者火箭就把你干掉，这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把你就是硬杀，直接破坏了，我才不要去干扰你呢。所以我们讲到这一个由软杀跟硬杀双杀兼施，
我认为战场上会用，他不会说只用一个我光用无人机干扰你就好了，我干嘛不用软硬杀双杀呢？一定会，所以战场指挥官一定会有尽诸般手段、诸般装备跟工具摧毁，就是这样。第三个，我们知道它还混合所使用的叫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电磁脉冲弹是冲击波，你的装备都报销。我电磁脉冲弹啊。第二个，我石墨炸弹，石墨炸弹让你说电子装备，你只要开机，没开机就算了，开机通通给你短路，短路就不能用啦，烧掉了嘛。所以电磁脉冲弹跟石墨炸弹，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也达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水准。是。那今天打仗，我干嘛要光用无人机专门干扰你的信念 Starlink 就可以了？光靠无人机。它不会只用单一式的干扰、复合式的干扰、重点式的干扰，还有多重手段的干扰，它会走这个路线。所以我们来看它算它拿这个来算的话，我认为只是一个纯学术。对，学术我就是要单一性，我就要排他性，我就单纯化，就拿讲这个来讲，那是这个样的，那是单一，这是单一是学术性，但是真正在战场上，又是复合性的，是复合性的。所以我看中国大陆。学术是单一性，战场使用绝对是复合性。我刚刚所讲的这些手段，它会通盘的综合运用，来达到它掌握制电磁权的这方面的这个战术目标。有制电磁权了，你其他的武器不是被干扰掉，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被失效，你的性能整个衰退。所以在战场上所能够发挥的这种战力跟效果就相对的受限。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我想它现在会从科研跟实用交相并进。是。好，另外一方面还有美国的智库呢，他们现在也做出警告，说2024年中国订购了100万架的小型单向攻击无人机，交付的日期已经非常接近了。那2025年美国反制无人机的技术支持啊，虽然达到了74亿的美元，但是大多是用这种成本高昂的动能武器来做应对，你单次的发射成本就远高于摧毁无人机的量了，所以就陷入一个不对称作战的一个僵局里面。美国的印太司令帕帕罗，他甚至说要把台湾海峡变成无人机地狱的战法。但是解放军的无人机现在是能攻能守啊，除了我们刚刚说大量采购这种单向攻击无人机之外，他们的北方工业公司还推出了一套弹幕系统，说是可以透过密集的这个弹片墙呢，可以同时摧毁整群的无人机，所以一手有攻，一手有防。现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无人机的领域上，张军觉得是不是美国都望尘莫及？我先讲一下这个星链卫星到底可不可以提供我们台湾？如果说我们的这种海底电缆都断掉以后，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海底电缆断掉以后，对我们台湾的影响有多大？大家都知道，马祖的海底电缆曾经因为渔船被拖断过2次，那时候马祖叫得很凶。为什么？你几乎所有东西都断了。现在来讲，一切都是要靠资讯传输跟网络嘛。譬如说是你的这种金融方面就一定会受到影响，你光订饭店也会受到影响几乎全部都中断啊。那个时候马祖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个伤害性有多大。那我们台湾有几条国际的海底电缆上岸的路线，其实只有4个地方。包括到这个宜兰的头城、淡水、八里，还有屏东的枋山这4个点，所以我们对这4个点是非常敏感的。那当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如果大陆对我们实施这个灰色地带作战来讲的话，将这海底电缆切断来讲的话，那我们当然希望有星链卫星，像乌克兰一样。没错。可是星链卫星它的传输速度绝对没有海底电缆来得快。那依据这个科学上面的数据来讲，它可能星链卫星能够传输的只是海底电缆的，可能只有它的这种海底电缆是星链卫星大概是数千倍到10万倍所以如果说这个你要靠星链卫星，大概只能说军事上面的传输，民间的金融啊，或者是旅游啦或通讯来讲大概都不能用，只能供给军方来用。但是这个星链如果说要的话，我们评估过在台湾整个上空来讲的话，你要部署将近1000到2000颗这星链卫星。那试问一下，美国这个马斯克愿不愿意？它是商用卫星嘛？那我们台湾可不可以租到这么多，在部署在台湾上空？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要面对的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事实上这个卫星是会受到干扰的。如果说大陆来讲用这个无人机我刚刚讲的这个如果星链大概要50颗卫星那如果用无人机来讲台湾面积是36000平方公里。它每一架无人机，如果说屏蔽你的范围将近30平方公里来讲的话，它预估用1000架或者是2000架的无人机就将你的星链卫星全部屏蔽掉。到时候我们台湾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完全通讯的中断。
打仗靠指挥，指挥靠通讯。当你的这种电子的数据的传输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场管理系统将沦为这个废铁一般，完全没有作用。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如果那大陆有没有这个能力发展到1000到2000架的这种屏蔽式的无人机？我觉得以它现在的状况来讲的话，是轻而易举。这是第二个。第二个来讲，我们讲说它发展这个弹幕系统，就是打无人机的了哈。这个各位可能没有经验，我是有经验，打过对空射击。我们那时候对空射击打一个气球哈，这个你对气球来讲的话，它是固定在天上，你都打不到，都很难打。为什么？因为子弹打出去是有抛物线的，你明明瞄的是一个直线，可是子弹飞出去它是往下垂的，是一个抛物线，所以说你没办法算准那个抛物线，刚好打到某一个高度，然后它往下掉的时候刚好打到你气球，所以是非常难打的。那我想说，当过兵的都知道哈，这个你要打一架这个飞机来讲的话，就算慢速飞机或无人机，我们一定要设前置量哈，然后要全排啊，全部一起射击啊，采取对空射击，在飞机的前面啊，前置量举3个或4个前置量来打成一个弹幕。那不是用子弹去打飞机，是用让飞机来撞你的弹幕。所以它这个所谓的这种弹幕系统，就是依据这个理念。那在一架机动式的，它是用机动的，那就很厉害了，因为它可以随伴，不管是你的战车部队或步兵部队，可以随伴担任野战防空的任务，然后用8x8的轮车哈，然后带着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可以说是这种快速炮。那快速炮它在前面当发现无人机的时候，它可以打出一个弹幕。那如果说射程可以到这个，我们一般来讲，这个步机枪弹可以射程大概短则大概3000公尺左右哈，那形成一个弹幕。当然这个弹幕打出去，它就不是只是打一架无人机。如果说是碰到蜂群式的这种无人机攻击来讲的话，它可以打一片的无人机所以说他们称之为金属弹幕哈。这个也是解放军新式对无人机的防范。当然除此之外它也有软杀的，软杀就是什么？就譬如说电磁干扰啦哈，这个或者是说这个用电磁干扰将你干扰掉。所以你会看到在俄乌战场上面对无人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方式哈，比如说我们看到它用渔网哈，让你飞机没办法撞进来。那第二个来讲，我们也看到俄罗斯现在无人机变成这个用纤维光纤式的，就是它就不受干扰了。因为我有条线控制它，你这所有电波对它干扰不到。也看到过更奇葩的战车，我想大家都看到，那个战车装的跟乌龟一样哦，跟甚至于现在更新款的跟刺猬一样，主要目的都是在防无人机。那解放军现在来讲，如果说他用这种弹幕系统来打无人机，确实可以跟着部队一起机动，那对这种随伴在不管是战车部队或者是步兵的状况来讲的话，可以提供这个地面部队很好的一个防无人机的一个防护的装置。好，面对解放军这样低成本，然后大量密集，可能是自杀机，可能是这种遮蔽机，各式各样的这种战术跟打法。那台湾领导人赖清德总统呢，11月26号的时候就表示，中国以2027年完全武统台湾为目标，要加强国防自主，预计未来8年要投入这个1兆2500亿的经费，打造台湾之盾。但是看起来台湾这盾标榜的高科技跟精准打击，都是来针对一些高价值的目标，对像无人机这种可以放弃，就是打你一个自杀式的不对称打法，杨老师觉得是对症下药，还是有点搞错方向？我先讲啊，在赖清德总统的谈话以及文字当中，他真的至少在文字上面是，同时他也是这么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是以2027年达成武统目标。那你搞个计划拖到2033年什么用？如果你是要面对2027年的武统目标，你提出一个8年的计划，1.25兆，我觉得这怎么对怎么呢？好吧，就先把这个东西当做他的口误好了。那8年分7年的这个预算，一年大概1800亿。其实隔一天，行政院就提出来的那个就是特别计划的草案，里面有7项他要采购的重点项目，我念给大家听。第一个，精准火炮，你要打嘛？对。第二个，精远打击飞弹，这是飞弹。第三个，无人载具和反制系统，也就反无人机的这个系统。第四个，防空反飞弹、反装甲飞弹，这基本上也是飞弹体系。第5个，进入到 AI
的辅助指挥、管制、通讯、资讯、网络情报、监视及侦查，这个叫 C5ISR， 这军方的整个就是管控系统。第6，强化作战持续能量相关的装备及其他的装备。第7，台美共同研发及采购合作之装备及系统。我觉得有3个东西哈，这个所谓台湾之盾面临到很大的质疑，一个是已经发生，那一个是可能真实面对，一个是所谓的这个盾跟穹，就是来自于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它是有爱国者飞弹，它自己本身的飞弹一层一层高空，然后呢到这个低空，的这个防御系统。可是你看，它跟距离1000公里之远的伊朗，在今年的相互的射击飞弹跟就是无人机，结果后来这个铁穹破功了，因为很多城市也都被打到了，对，然后呢飞弹也不够了，一波一波的打来，结果美国就川普，所以为什么去打伊朗的核设施？他现在救以色列，就表示铁穹也穷了。那现在川普也就学习到他要精穹，精穹就是反飞弹国家反飞弹体系。那现在碰到什么呢？这个预算、技术、人才，那能不能做到？而且到时候一定是更贵。那即使做到也打折。那各位不要忘记哦，它这2个，一个铁穹，一个精穹，都是面对比较遥远，至少1000公里以外。那美国当然就是更遥远，在两洋以外的这些中程、长程飞弹。可是呢，台海你距离多少？180公里平均。那如果说你把那个刚才我讲的这个7项1.25兆都弄好了，就可以打火炮。它火炮的覆盖可以到400公里，到台湾的东海岸再过去。它火炮的这个弹道非常的低，你怎么去拦截？有没有用？应该没有210%的这个比率吧？某位将军讲的。所以这个不是只有面临飞弹防御啊，它火炮给你来的话，那你所有的这些打击飞弹、精准炮火等等之类，是不是都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其实这个都要大家思考啊，都没有人在做仔细的这个讨论。所以我们面对就是不管是2027还是之后两岸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武装武力统一的这个作为，可能会有哪一些面对的这个项目，大家有没有真正的去面对到军事上、战略上，以及还是不是有政治战略上可以去让两岸交流、沟通，甚至和解的呢？是，这都要考量的。没错。好，稍后的节目呢，我们还有美国缴获南非人权议题，会把欧盟稀土战的策略给搞砸吗？还有中国大陆现在掀起了黄金热，可不是有老百姓要赚价差投资啊，后面有更积极备战的开战讯号。节目一开始，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是2026年，现在传出台海的战争剧本曝光吗？解放军一波攻击瘫痪台海，再加上第7舰队吗？美军现在也模拟自己怎么输。今天我们会特别来做这些议题的关注。我们先来看到近期解放军的动作，他积极的在第1岛链这边持续的部署，提升他的战备。特别我们要来看到是来自于日本媒体产经新闻所做的报道，他说美军现役中校这边科尔针对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远征军这边做了一份分析报告。这份内容特别讲的是，假定了在2026年台湾会有支持独立的总统掌权，那么另外一方面，大陆经济呢，自己的内部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失业率恐怕突破20%的一个状况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这个时候来诉诸民族主义，集结群众的支持，那么开战手段将会毫不含糊。他说，中国大陆有可能在这时候发表统一台湾的言论。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解放军会直接攻占台湾南部1/3的地区，还有澎湖之外，并以这个炮击跟网攻的方式来瘫痪台湾的电力、通讯跟空防的系统。我们要来请苑老师带我们看这份报告设定的开战期间的这个年限是在2026年，比原本预期的2027还要早1年。代表大陆真的做好准备了吗？这一份报告有一个开战前提，这边特别指出说是大陆年轻人失业率要突破20%。那么如果
大陆的经济持续向好，就代表习近平主席没有理由开战了吗？苑老师怎么看？我分成3点来强调这个事情哈。这个首先第一个，这种有关于时间表的报道啊，尤其是日本的产经新闻啊，甚至于包含了这个美国亚太司令的帕帕罗，他里面讲到2027年啊，这个里面讲到2026年啊，这个说法其实严格来讲的话呢，没有什么任何消息的根据了，因为就我个人的揣测啊，也是认为说是讲到任何的时间的话呢，就是很难强调，因为这里面牵涉到的因素非常复杂，这不是单纯的这个两岸之间的关系，也甚至不是美中的关系，而且是全世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这是第一点了。那第二点的话呢，我必须要强调了，就是说是产经新闻这边强调，以这个20%的失业率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是极有可能导致这个战争的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纯属无稽之谈呢。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是涉及到对大陆的这个政策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呢，就会充分了解，这个不是经济的问题，也不是社会问题，这个叫主权的问题。在主权的问题上呢，大陆的话呢，就是强调这是核心中的核心，红线中的红线，这个没有任何妥协的空间。然后第3点的话呢，我这边呢所强调的话呢，他这里面所讲的跟我所理解的情况不一样，占领什么南部的什么1/3什么的啊，我在想了个半天，看这个消息，什么叫南部的1/3啊？这个讲话太模糊了，因为战争的事情都不可能这么模糊。我原来在想的时候，我觉得说在台湾比较相信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解放军不来这里，一来的话呢，应该说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前一阵子的话呢，有关于有关于这个联合利剑的这个演习当中，里面是讲到汉口街呀什么，讲得非常详细。那么我觉得说，如果跑到南部去的话呢，这个就没有影响到台湾的实际情况，也可能不会引发应有的震慑作用。但是我话说回来，我要强调2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是，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两岸之间的关系呢，的确不好，这个有可能发生事情。这个事情的话呢，因为现在是2025年的5月嘛，对不对？到2026年、2027年的话，甚至2028年、2029年的话呢，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大陆呢，就是伸张它的主权这个决心是不会改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2点的话呢，里面的话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呢，我觉得呢，我个人觉得了哈，两岸之间的话呢，对于这个和平呢，永远不能够轻言这个不抱希望。日本人、美国人可以强调这个战争发生情况，但是我们活在台湾的人的话呢，对于和平要保持乐观审慎的态度，这才是应有的作为，对不对？对，好，岳老师帮我们特别从这个战略的角度来分析接下来的两岸可能发生的这个关系。那我们从军事的角度也来稍微做一下解读。现在在这份报告，我们持续的做延伸、做讨论，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方面为了全面的阻挡外援，现在这份报告特别提出来说，解放军可能会直接攻击驻日美军这边的基地。内容有提到说会导致哪一些事情发生，包括第一个，他提到了嘉手纳3则基地会被飞弹打击。第2个，第7舰队恐怕遭受困难，会有这个司令战死的一个问题。还有蓝岭号、华盛顿号航母被击伤。再来第3远征军，它的装备可能被瘫痪。还有冲绳沦为孤岛。这是美军料敌从严，还是真的可能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尤其我们特别在关注第1岛链，解放军真的要拿下这边，需要发动多大规模的攻势？纪文总编，我认为他这样的描述几乎就是已经这个揭示了美中开战这个极端的状况。我认为讲到台海，我们必须要分2个层面。第一个，这台海战争是局限在台海，也就是台湾周边的海空域。那另外，外军介入就是美军驰援，甚至把这个日本甚至韩国也纳入，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也就是台海战争变成国际化，变成增加了美日因素，这个因素就非常复杂。我认为后者的话，它有高度的风险性。试想，航母战斗群都被击毁或者击沉，那中美2国会被衍生成核武大战。我认为这个是知识体大。也因此，我们更多的是把它局限在可能台海周边。如果台海周边的话，就目前的状况来讲，尤其是解放军它的攻防体系越来越完备。而这次大家非常注意关注的印巴空战这种体系化作战的它的威力，
其实我们把类似的因素是完全可以套在台海这边，因此最近的印巴空战，其实对于台海整个防卫来讲，对国军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启示。也就是在这种模式下，那台湾的空防国军如何去防卫，如何去支撑，其实未来需要补强的地方很多。但是如果说我们谈到整个台海战争这个层面，那对于解放军要怎么打，我认为他可能会考虑到俄乌战争的整个进程。俄乌战争打到现在超过3年多，我必须说，俄国人在开战初期其实他没有用力的打，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乌克兰能够支撑，甚至支撑到北约源源不断的军援，让一个大家本来认为闪电战的形式打成了一个持久战、消耗战。因此，普遍军事家分析，如果这个中国大陆决定对台海动武，它一定是一个高强度、短时间的动武。那初期的攻势一定管够、管饱，也就是对于一些重要的直管通勤、通讯中心，还有飞弹基地、机场、港口等等，那给予高强度的飞弹攻击，或者后续的无人机大群的攻击，这样的攻击不只是把国军的防卫很多重要的节点摧毁、瘫痪，后续的这些无人机甚至飞弹攻击，能够大量消耗国军的防空飞弹相关的弹药。如果弹药打光，它这个辅以一定的这个封锁，外军没办法立刻驰援。其实对国军来讲，这样的形态其实这个风险性是很高很高。因此普遍认为，如果谈到军事，美国因素不介入的话，对国军对台湾来讲，那纯靠军事来应对这样的压力，其实是压力很大，而且它的风险是非常非常高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接下来解放军如果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可能采用高强度、短时间的这种攻击模式。那么无人机非常有可能用上，我们就要特别来看到。那在空中领域，等一下请华干哥来帮我们看，就这个台湾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准备？如果解放军面对解放军这边的空军，台湾应该要怎么办？因为现在说呢，在这次的印巴空战当中，我们看到歼10它靠的是体系化作战，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当时体系化作战击落了包括了印度的标风，还有幻象2000，台湾这边拥有的确实也有幻象2000，而且多达50架，再加上美国近期帮台湾升级的 F-16V， 能够来应对台海做体系化空战吗？华干哥又怎么看？幻象2000已经过时了，再怎么讲它都过时了。我们现在能够依靠的只有 F-16V 的新飞机，为什么？因为 F-16V 它装载了 APG-83，那是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那讲了一长串，大家不太理解，我就告诉你，它可以同时跟踪20个目标，锁定其中6个目标，几乎都可以打得下来，就是 F-16V 的能力啊。那你要说，那这样子的话，那应该可以跟歼10做1对1的对抗啊，没错，本来就可以跟歼101对1的对抗，但大家忘了，从这次印巴战争，大家就看到说，歼10没有跟你1对1对抗。歼10有非常紧实的后备，也就是说，它有体系化作战的整个系统，它有 ZDK-03的空中预警机，也就是空警500，甚至中国还有空警200到空警2000，还有各种你可能没有办法可以预测的电子反制手段，这就是未来的战争模式。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的 F-16V Block 70，它能够跟歼10做1对1的对抗，在性能上面而言，歼10它是气动性能非常好的一种飞机，可以跟 F-16相抗衡。这2架飞机都以小而轻，然后有非常大的攻角著称。这2架飞机都有这样的优点，就看谁的联合作战能力比较强。可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对我们自己台湾的国军提出很深刻的这个反应，就是说，其实飞行员本身都知道，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一般的战机，包括幻象2000，包括 IDF， 包括比较旧的没有经过性能提升到 F-16V 的 F-16AB， 它没有办法跟衡山指挥所直接联系，你知道吗？
它没有办法，他们的资料不是连着的，是因为它没有 link 16，他们没有那个 data link，它根本即时的战术影像传不回去啊。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老实讲一句，联合作战的体系是不好的，不完备的，所以你只能够依靠说我们将来 F-16V 它能够全部66架全部都成军的，还有150架的 F-16AB 通通都成军了啊，都改成 F-16V 构型之后，我们才有这样空中作战能力。我讲这要干嘛？我讲这一点的重点就是告诉你，像巴基斯坦空军可以打下印度的幻象2000还有那个标风啊等等，把这些飞机打下来，是因为他们有研究出一套可以成功的方式。那我们最欠缺的就是这种方式，所以大家要理解说，将来不是飞行员1对1的素质。我们台湾一向在强调，我们飞行员的素质非常好，可是现在对岸跟你打的不是素质，对岸打的是信息战跟电子战。所以这是将来的趋势，所有的智库都在看这个趋势，这才是我们的国军将领真正要去体会，而且要去学习的。我们的电子预警机早就该提升到 E2D 了，我们甚至需要E767这种大型区域的，可以监控整个海平面范围的大型的电子预警机，而我们都付之阙如。这就是我们将来一定要改进的地方。好，台湾的部分要改进，包括在系统战未来要怎么做整合，然后打信息战跟电子战，这个是台湾需要再努力的方向。另外，我们如果从财经面来做解读，如果说台海真的爆发战争，习近平主席会不会让它发生？因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我们去做解读的话，这一份是来自于智库的报告，这是荣鼎集团估算，光是对台封锁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超过2兆美元。那如果连带的话，会干扰的是中国大陆超过1兆美元，包括它在这个台海这边的进出口。宽哥怎么看？这样习近平他还会做吗？我们先从比较高尚的一个层面，再到比较往下走的政治的一个层面跟国防的一个层面，现在谈几件事情哦。美国国会他们目前包括美国跟日本主要的一个销售管道有2个，他们都说2027有可能攻台。那为什么可能攻台呢？因为那一年习近平要进入了第4个任期，他目前在第3个任期哦。他用什么事情可以让他可以抬升到跟整个所谓的毛泽东一样的一个地位，拿下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但习近平已经多次的在国际的一个场合当中已经说明过了，根据美帝的一个挑衅，我们中国绝不上当。我们绝不上当，所以这个是目前比较高层的一个说法哦。但我们来看到整个目前台面上的一个部分，包括了共机，包括了共建，每天都来这个新闻上面都有了哈。所以亚洲国家在担心什么呢？担心在整个解放军实战排演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随时可以由演转战变成擦枪走火？这个是大家担心的。所以最近在整个第7舰队跟太平洋司令的部分，有谈论到2件事情。第一个叫做地域景象。什么叫地域景象呢？目前在夏威夷的部分的话，他们直接说现在美军的军舰的一个数量是远远不及到整个所谓的解放军的，所以未来决胜的一个关键是在无人艇、无人机、飞弹架构上面跟整个指挥管理的一个框架，能不能够在这个第一个时间点去决定所谓的一个胜负哦？那么到了今天新的一个说法已经出来了。帕帕罗在接受了整个国会的远端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今天提论到了一个所谓的论分计秒计划。什么叫论分计秒计划呢？台海这个航道当中，全世界60%的一个贸易量都在这个地方，包括全世界90%的一个晶片。大家谈论到90%的晶片没感觉，可是各位90%的晶片不输出之后，世界上超过数千万人到1亿个人，各位工作就没了。你的汽车没得做，你的包括商业等等的，它就没得动。所以呢，为什么要谈论到所谓的论分计秒计划呢？帕帕罗已经说了阿基里斯的一个时代，美军第7舰队的一个整合需要1个月左右。我们现在需要把整个所谓的准备，后面如果战争随时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第一个时间点做好最好的一个准备？所以包括日本有回答到所以我们回归到这个地方，先谈一个所谓的小的一个所谓的结论第一个。如果要让中国铤而走险的一个定义，一定是有几个定义嘛？上面已经说了年轻人的失业率破20%啊，简单的说，中国内乱、经济不振、民不聊生，大家没饭吃，会不会这个时候呢来做整个所谓的一个内销转出口，来引发所谓的台海战争？但就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认为越危险的标题反而越安全。那为什么呢？这个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个议题，所以我认为在整个很危险的状况当中，台海反而是安全。